大家好，这里是花花世界的频道。上期视频做过了糖印的养护后，大家兴趣很高。那么基础的养护我们学会后，就可以试着继续往下学了，即糖印的老庄和繁殖。接下来花花就把方法分享给大家。糖印老庄。首先，我们在养成老庄的时候，一定不要心急，要记住一点，只有慢慢沉淀，慢慢生长，经历了时间洗礼的老庄才会有种苍劲古朴的意味。所以大家在抱着这个心态的前提下，结合以下3点，也能让自己的糖印脱去稚嫩的外衣。光照充足。想要把糖印养成粗大的老庄，那么我们必然要保证水肥充足，但是水肥充足又容易引起糖印出现徒长现象，所以为了将两者兼顾平衡起来，就需要给它提供非常充足的光照。充足的光照能够抑制徒长，及更好的进行光合作用，也能够加快糖印杆子的表皮木质化速度，而且能够帮助它的叶片快速上色。如果我们是养在室内的话，那么我们1年4季都可以直接把它放在阳台上光照最充足的地方。如果是室外露天养护，那么夏季的中午就需要为它采取一定的遮阴挡阳措施。但是早晨和傍晚的阳光也不要错过，尤其是春秋冬3个季节，更是要想方设法让糖印多晒太阳。适当施肥。要让糖印多肉长成老庄，充足的养分也是必不可少的。所以在秋天，它的生长旺盛时期，我们要为糖印多肉施肥。可以直接使用多元素均衡的复合肥，也可以使用多肉营养液，尽量每个月使用1次。但是施肥的时候要注意肥料浓度不要过高，以免烧坏糖印多肉的根部。控水减叶。当糖印长到一定的规模之后，浇水就要有所减少，这个时候的目的就是把它养成老庄，用控养的方法为糖印打造造型。经常控水会让糖印的根系更加健康，叶片有缺水意识，浇水的时候水分会储存在叶片中，变得更加饱满，容易上色。而且控水还能让糖印底部的老叶片因为缺水而自然脱落，也是加快它老庄化进程的一个有效方法。特别注意的是，给糖印控水一定要在它植株足够大之后去进行，而且控水不能连续进行，最多1到2个月控水1次。此外，如果我们想要让糖印快速变成老庄，那么还可以通过人为干涉的方法，让它的底部老叶片脱落，也就是说摘除叶片或者撸叶片。在撸叶片的时候，一定要注意控制好一个度，不能心太急。也就是说，每次摘除糖印底部的老叶片，最多剥落1层，甚至2至3个叶片，不能一次性摘掉太多，以免影响糖印的正常生长。这样慢慢的糖印多肉就会形成烤庄。总结，想要把糖印养成巨无霸型的老庄，其实就是做好这7字秘诀，强光控水撸叶片。但是凡事过犹不及，我们要根据自己糖印的生长状态来把握好这个度。糖印繁殖。一般情况下，糖印繁殖需要选择在生长期给糖印进行，春季最佳。至于繁殖方式，可以采用叶插、枝插、播种等方式，其中叶插的繁殖效率最高，枝插的成功几率最大，而播种操作起来会相对复杂，繁殖过程也是最长的。叶插法。首先我们要挑选叶片，找到当年或次年生的叶片，太大或太小的叶片都不适合，不能挑叶片有划痕或者斑点的。选择好叶片后，准备一把消毒的刀具，沿着叶片与枝干的连接处切掉，准备一张纸巾，把叶片垫在上面，然后放到阴凉通风处晾干伤口。把晾干伤口的糖印均匀地铺在盆土表面，或者搁在花盆边沿，让伤口的一端接触土壤。如果有生根粉，也可以蘸取一些，加快生根的速度。叶片铺完之后，端到阴凉通风处，生根期间保持土壤湿润，大概3周左右，糖印就会生根。等糖印长出幼芽之后，就可以让它接受微弱的散射光，糖印的根须稍长一些，就可以埋入土壤中。大概5个月左右，糖印的幼苗就可以分盆移栽了。枝插法。我们可以将养了多年的老庄糖印用砍头法进行刺激，这样它就能长出新的侧枝侧芽，而且要不了几个月就可以砍下来重新进行扦插。这是花农养糖印最常用的繁殖方法。也可以在糖印植株上挑选生长健壮的茎，砍下顶端部位，上面带有叶子最好，在阴凉通风的地方晾干后，然后将其插入土中等待生长。
另外，砍头、砍枝的时候所用的剪刀一定要进行消毒处理。而且，另外要想让它快速长出侧枝侧芽，可稍微加大浇水量和缓释肥的量，双管齐下见效更快。3. 播种法，糖印种子为浅棕色，相当细小，所以最好将其播于浅盘内。播种后覆一层薄薄的细沙，可于浅盘上覆盖塑料来保持湿度，大约等15至30天左右即会发芽。糖印播种繁殖时间较长，等实生苗长大后即可定植于盆中，土壤可选用粗河沙4份、细河沙4份、混合土1份配置的土壤来种植，等它浮盆后再按糖印的养殖方法去养护即可。总的来说，繁殖糖印不论是夜插、经插还是播种，都是会存活的，而且操作都不是很难。当然了，方法是死的，人是活的，大家可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方法去繁殖。这里需要注意的是，糖印在繁殖的时候是不能接受直射的光照的，我们需要将其放在有散射光照的环境中养护，期间要保持土壤湿润，但不能积水，还要保持好通风和温度，这样糖印才能更好的成活。今天要分享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分享的内容如果有错误和疏漏，还请批评指摘。如果你喜欢花花的内容，请点赞、关注、转发给更多人看到。感谢你的观看，感谢粉丝一直以来的喜欢和支持，我们下期见。